这边 AQ 很明确的加注，A9 很明确的只能跟注，所以应该不会有一些奇怪的举动。我觉得哇，这个直接弃牌啊，确定不是啊，他前面开一个 Q9，然后大盲位 A9 不抵抗这个逻辑他给一个 I'm not sure 位置是 I'm not sure。今天的话是一样会是看最新的这一周啊 Super Millions。那这一场比赛的话，应该就是每周末买入最大的赛事。那这个桌子上的话，我知道几位玩家应该至少都有打过牌啊。这个340万的这一位玩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有可能只是我认不出他的名字啊。这个320万的巴西的玩家是一个比赛常客，蛮常比赛遇到。再来第3名的筹码量是这个 Would I Lie to You， 这个也是赢非常多钱的玩家，这个基本上每一场比赛都碰到他，他也会打蛮多中级别，算中级别吧，200美金、500美金、1000美金，蛮常遇到。再来是140万，140万这一个我不知道玩家是谁，但我很确定我看过这个 ID， 然后我记得我有查过，所以他应该也是赢蛮多钱。基本上这个桌子都不会有随机的玩家，我来猜了。然后 The Ray Guy 是比赛常客，肯定也是赢钱，然后是赢很多的。我没有讲到这个 W 开头 ，W 是它的名称的缩写，然后它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欧洲不知道哪里人。那他也是打高额，基本上我在传奇扑克有遇到他，然后基本上只要是任何赛事，不管多高的买入，他都会去打。这个 A More Small， 反正这个右下角，他现在是放一个国籍，这应该是白俄罗斯，但是他是一个欧洲玩家，他有去传奇扑克，他也是一个中低级别都会打，然后打得很勤，高级别也打的玩家。然后这个 ALEKS 这个也是一个比赛常客，基本上每一次的 WSOP 欧洲的比赛都会遇到他。这个应该是希腊还是瑞典，反正这个欧洲玩家也是一个比赛常客，也是所有 EPT 都会遇到。除了这个 Roman 这筹码最多的我不大清楚，应该每一个都是比赛常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位逻辑，选位逻辑是什么状况？我觉得前面的选位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前面你短筹码先选，你不管怎么选都不重要，因为别人后选，也就是说你选的跟没选是一样的差别。我猜他应该会想要279万，应该会想要离远一点哇，这个选这个位置如果我是筹码最多的玩家，我现在会想要坐到这个地方。虽然说第一把是大盲，但没差，因为他如果做到这一个现在的3点钟的方向的话，他如果做到这个位置的话，他直接对于2个深筹码是有绝对的位置优势。我认为如果一个我视为正确的决策，没有什么正确啦，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位置，他应该会选到这个位置。这个不会时间到不选吧？这时间到不选，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要么就是真的时间到他没有选，第二个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可以。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不会到太差，只是我觉得再过去一个应该会更好一点。我不大了解这个 Q9 的加注的意思是觉得后面都是什么？这个 Q9 在这边开中筹码，我觉得不行这个66绝对不会 all in 我觉得 all in 绝对是一个比较糟，除非说他走 chip EV 可以 all in， 但是也不是在小盲位跟注。我觉得小盲位跟注太多 AJ 同花，太多 KQ 不同花。我觉得小盲位跟注的范围很紧的时候，大盲位预设范围，他这边66原本假设low 价位加注，小盲位都弃牌到大盲位，66是可以 all in 的，但是小盲位跟注之后，66就更边缘。那再加上这是决赛桌，我觉得就更不能。这手牌真的 Q9， 如果这一把他把自己搞出去，真的也是活该。如果他筹码很多，他开个 Q9 我可以接受，但不是这个状况我不确定 Q9 会不会一个混合策略这个对于大部分的玩家不大了解。就是我认为小盲位如果没有跟注的话，这个 Q9 会是一个接近100%的持续下注。但是你永远都要知道，小盲位跟注的范围就是超级紧，它会有90同花，它会有 A9 同花，它会有 K9 同花，它会有2张10以上的牌，它会有66以上的对子。那对上这样的范围，当然你现在中了一个9，算是一个顶端范围，但是整体的范围呢，其实它的范围并不会比low 价位玩家的范围来的弱，它是不会有顶端的大对子没有错，但它整体的范围是很紧的，
所以翻牌那个 Q9的 check， 我觉得以一个混合策略来说是可以被接受，而且相对来说，我认为它这边的持续下注的百分比，我蛮确定应该会是低于50%。低于50%是指整体，就是说可能10JJ 会多下注一点，然后可能 QQKKAA 会少下注一点，然后9就是一个混合策略，翻牌都 check， 然后55下注是非常的合理啊。选择尺寸也都是预设策略的状况。我所谓的预设策略，我认为它转牌下注1/3，我觉得3人底池翻牌都 check 的话，我觉得可以下注到半个帕。原因是因为这个底池打1/3会太小，然后对吧？你中4，你希望打大一点的底池，那你要找到炸胡其实也不难哦。你在小盲位会有很多10J、Q10、QJ， 我觉得都是一个合理的手牌范围。那这一个合牌肯定是下注吗？我觉得55应该是下注的频率多一点哦。我觉得55应该是不会考虑 check， 我觉得55下注会多一点。下注的尺寸我觉得大于半个底池应该都是一个合理的下注尺寸。我觉得最少是半个帕，最少是28万。直接 all in， 直接 all in 这个扛不动虽然说 Q9 是它的顶端范围你想想看，它会不会有比9更好的手牌？我觉得不会有。它在转牌3家，它不会跟太多的 K， 它有 K 也都是 K 差2对，所以它不会有一个对子的 K。太阳马这边就是9的 check， 可能有一些我觉得这个弃牌是非常有水准。但是因为3人底池3人底池我觉得更好弃一点。如果转牌是小盲位下注，大盲位弃牌，然后只有单挑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合牌更多。但我觉得以大盲位还跟住3人底池的状况，这个有9扛不动。它真的要跟，它可以跟到 K9 跟 A9。K9 跟 A9 都会好一些，因为 K9 是2对A9 某种程度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我觉得应该会好一点。这边 AQ 很明确的加注 ，A9 很明确的只能跟注，所以应该不会有一些奇怪的举动。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种 time bank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下就启动，我记得是5秒钟就会启动 time bank。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平衡你的我不知道任何的决策，我觉得哇，这个直接弃牌确定不是他前面开一个 Q9， 然后大盲位 A9 不抵抗这个逻辑他给一个 I'm not sure， 我也是 I'm not sure。66的话，我觉得他可以考虑直接弃牌可以考虑直接弃牌，就是 ICM 就直接弃牌。基本上我认为他这边入池率，以不考虑 ICM， 我认为至少是7系以上的对子。但如果说他今天要跟住55以上的对子的话，我觉得不会到太糟，只是就是告诉别人说你的策略走向是什么。那他这边跟住的话，他最好是希望后面的人不会是3次下注很多的啦，要不然你这个66基本上你看马上，我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感觉型玩家这个选牌没有逻辑我可以接受你拿 A3 不同花这样做，但我没办法接受你拿 Q3 同花这样做，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Q10 同花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Q10 同花基本上它这边我认为入池率最少，考虑到 ICM 至少 Q 的话只有 QJ， 然后 K10 同花以上可以考虑 ，K10 同花可能会弃牌，但我觉得 KJ 同花、KQ 同花、QJ 同花、A10、A9 同花、A8 同花以下都会弃牌，然后我觉得同花的牌套都会讲到这边，90、9J、10J 都可以考虑直接弃牌。中位对上前位9人桌，哇，这个连2把 AK， 这个人连2把 AK， 然后这个人连2把拿一些怪牌在搞，这个。34万，这个绝对没有道理这个是什么逻辑喂，这个不行这个连2把，然后把自己打到套池了，然后这样子，这可以吗？这不能接受这我真的不能接受。但我很确定我认识这个人，不是认识，就是我知道他是谁，波兰的，对，波兰的，他有打基本上所有的浩克赛，5万、10万、20万美金，传奇扑克都有打。这个 Limitless 这个澳门玩家不是澳门玩家，这个外国人可能会开，应该 QJ 不同花会，看起来就是一个 bottom 位可能会跟住，我觉得 bottom 位有位置应该是可以玩这个90同花，然后大盲位会跟住一个3人底池。QJ 会是一个高频率的 check 当然它下注不是问题，我认为这边 check 的频率绝对超过50超过50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就直接猜它高频率会 check， 因为超过50%嘛。很多玩家会说，我中顶队就是要下注吧，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你说我中顶队为什么不持续下注？持不持续下注跟你有没有中顶队是没有关联的。所以90同花做了一个炸胡，我觉得以3人底池的话，我更希望它是90方块或者是
A10不同花太红桃 A， 如果他真的翻牌前跟住这种手牌的话，或者是 A5方块，我觉得他至少要有一些正门跟后门的东西。他这个东西只有一个后门的双头顺或者是卡顺，但我觉得90就太烂了。他没有直接的奥斯，然后没有后门的东西。他应该是说，我觉得他在3人底池，如果说他的策略是下注一次就放弃的话，我觉得3跟6的连结对上大盲位太容易跟住，又或者是说他明明知道中位加注这个玩家不是一个白痴，也就是说他会有一个很平衡的 check 的范围，实际上他也有。所以如果说他的策略是只有下注一次的话，我觉得这个手牌选择太浪费钱。这就是代表说为什么我希望他的选择是至少有很高频率可以翻牌跟转牌下注。所谓翻牌跟转牌下注，就至少是2张红桃，有后门花的东西、后门顺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可以继续的东西。但我觉得不是90啊，因为它有太多的手牌组合比90黑桃来的好，所以我觉得下注一次3人底池就放弃，我觉得是很浪费钱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我在猜，这应该合牌其实 QJ 不同花带有红桃 J 是可以考虑下注，但我觉得大盲位很有可能会有4、5同花，可能会有5、7同花，可能会5、7方块可能有。我例如说大盲位其实潜在还是会有一些 King Queen Jack 分钱，赢一些 Q， 但是有红桃的状况下，我觉得 QJ 会是一个，我在猜可能会是一个50-50的下注，但是偏向过牌好。原因是因为bottom位还是有可能 check King Queen 或者 check Queen Jack，Queen Jack 是分钱嘛 ，King Queen 他输嘛，所以我认为 QJ 就是一个不能拿价值是一个摊牌的一个范围。90黑桃就是看要不要炸啊，那就是黑桃这边炸的话，我在想他至少要选一个超过2/3的尺寸。他如果选择下注一个半个帕或是半个帕以内的话，除非他想要认为就是两家都是没有 Q 的对子可能是一些 A6跟77或者是 A6跟88类似这种手牌范围，然后会面对一个半个帕会下注。所以如我所猜他选择了一个大尺寸，那我认为 Q 在带红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抓战五的手牌因为你要知道的是，我跟你讲，对手转牌 check 绝对不会有3条。那你觉得他的 Q 会打这么大吗？不会，他要么就是真的是什么 A5方块在搞。然后搞到后门3条，要么就是要么就是中花了。后门3条我觉得就付钱了，因为几率太小，他绝对不会有3条3，也不会有3条6，然后他只输同花，同花我又挡了一张红桃 J， 所以我认为他有红桃可能会很高频率的跟住，但如果他没有红桃 QJ 不同花没有红桃，那我觉得对上一个满帕，我觉得弃牌是可以被接受。但我认为如果他今天依我对他的认识，我在猜他应该会跟住，好。被炸了，但我在想，他也没有猜到他的手牌会这么夸张就是我觉得翻牌下注转牌考虑 check 很有可能有机会有2张红桃的手牌放了，绝对有机会，所以我觉得下注尺寸选的算是还不错。